海童想了想，说道：“也是，居然不是那样的人。苏少主也不好请，连我家战印都难请得动他。每次要他帮忙办事，都需要苏南去找他的。小飞，不管苏少主葫芦里卖什么药，反正得到好处的是君然。大姨不是觉得君然更适合你了吗？你和君然很快就能修成正果的了呀。”海童乐观很多，可能是事情没有发生在他身上吧。他没有商小飞那般焦虑，只要苏少主不是真的喜欢商小飞就没事。但是这如同一块大石头似的，就悬在我和君然的头顶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砸下来。商小飞叹着气对海童说道：“我的运气不太好吧，在爱情方面总是多坎坷。那战印就不说了，那纯粹是他一厢情愿。可他和君然却是两情相悦，也是门当户对的，结果还是遭到母亲的阻拦。以前他喜欢战印，也没有人支持他。他和君然明明最般配，除了大嫂支持他追求真爱，其他人都和母亲一样舍不得他远嫁。君然的房子就在隔壁，他婚后能天天回家蹭饭，都被说成远嫁，他都不知道怎么说了。小飞，只要你和君然能坚持下去，会修成正果的。你也说了，我大姨现在对君然的态度好了很多。其实大姨不是说君然不好，她就是太重视亲情，舍不得自己的亲人离开她的身边。你看，有了苏少主插一脚，我大姨不是明白谁才适合你吗？大姨和她母亲又是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惨剧，后来姐妹俩又分开。大姨对亲情尤其重视，就是因为儿时家破人亡，与唯一的妹妹又分离，至死都未能再见一面。商小飞笑了笑，这个倒是，我也知道我妈是合不得我，那我妈是很重视亲情，虽说母亲一直不赞成她和君然在一起，也做了一点事情想破坏她和君然的感情，倒是没有强制她和君然分开。那在这件事上，商小飞并不怨恨母亲。彤彤，你说我妈如果真是凤氏家族的人，如果真是一个家族的人，就看大姨怎么选择了家主之位。大姨未必会去争，但是她肯定会替父母报仇的。别说是商太太了，就是海童都要替外公外婆他们讨个公道，不能死得不明不白的呀。外公外婆的死导致大姨和她母亲后面的悲剧，大姨还熬过来，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她母亲却没有熬过来。就大姨能咽得下那口气，她都咽不下去。商小飞就点点头，等我大哥回来，我问问我大哥。我妈有什么事都是和我大哥商量的，也是让我大哥去做，他已经有点能力了，但母亲还是倚重大哥居多。大表哥能力强，这是很自然的事，你也不要灰心，咱们都在进步中。你比起以前不是好了很多吗？你以前只知道花钱，可有赚过钱？现在咱们都在赚钱了，还赚得不少呢。商小飞笑也是，我是很希望能帮我妈分忧解愁的，奈何能力还不够。不过呢，相较于以前，我是进步很大。现在她出去，别人看到她不再称呼她商小姐，而是称呼她商总。她和海童还有小军呢，是成立了蔬菜瓜果公司的，当得起别人的一声商总了。那两个人聊了一会儿，商先生和商无痕都回来了。那看到父子俩回来啊，商小飞和海童也跟着进屋。不过海童很快就离开了商家，他家战印给他打电话了。那从商家出来，海童就去了战氏集团。战印其实刚刚结束会议，从会议室里回到他的总裁办公室，刚坐下呢，海童就敲门而入。老婆，看到老婆来了。战印起身绕出办公桌，迎向了海童。你打电话给我，叫我来公司，有急事？就在电话里问你，你又不说。海童匆匆地离开商家赶过来，是战印叫他来公司一趟，但问他是什么事，他又不说。海童担心，不就匆匆地赶过来吗？战印拉着老婆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又去给老婆大人倒来一杯温开水，再拿了些零食过来。
才笑着说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想中午和你一起吃饭，眼看就到了饭点，所以提前打电话给你，叫你过来等我。海童瞪他，他以为他有什么急事，没想到只是让他陪着他一起吃饭。大姨家里都准备吃饭了，以为我留下来吃饭，烧了很多我爱吃的菜。你一通电话什么都不说就叫我过来，我匆匆赶过来，居然是……海童失笑的一巴掌拍在他的手臂上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出大事了呢。战印一把搂抱住他，就在他的脸上香了几个，笑着陪你老公吃饭也是大事呀，人以食为天，吃饭就是大事。老婆，很快就到我们结婚1周年纪念日了，你想要什么礼物？战印搂着他不放手，好喜欢他窝在他怀里的感觉，拥着他，他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。我想不到我缺什么了，缺什么你就送什么给我了。不是还没有到吗？结婚周年纪念日过了，也得准备咱们的婚礼事宜。是还没有到，但也不远了，不足1个月了，我好好想想。先不告诉你礼物是什么，到时候给你一个惊喜。海童笑道，你能想到什么惊喜啊？他送给他的礼物无非就是珠宝、名牌服装或者包包等等，再大一点就是豪车、豪宅了。不过不管他送什么给他，他都会很喜欢的。那他也要想想给他准备什么礼物。貌似他平时送给他的礼物也是差不多的呢，没有什么新意。好在这个男人很好哄，他只要有礼物给他，他就乐呵呵的了，不会嫌弃他送的礼物经常是重复的。战印轻捏一下他的脸，小乔你老公该罚吧，说着就堵住他的嘴，缠着他热吻一回才松开了他。这个月底咱们得去一趟风尘山庄，叶君博的那对龙凤胎百日宴。海童嗯着，我知道。奶奶呢还逗留在风尘山庄，舍不得回来呢。老太太是真的喜欢君言，一说离开就舍不得小君言，最后老人家还是厚着脸皮多留几天。你跟大姨说了吗？战英问他。说了呀，我去看大姨，主要就是说这件事的。大姨对儿时的事记得不是很清楚了，只记得她小时候家里条件不错，就她说大家都是叫她大小姐的，说她母亲特别的忙，陪伴她和我妈的呢是我外公，还说她的爷爷奶奶，并没有嫌弃我外婆生了2个女儿，反而很开心。从我大姨记得的这一点来看，我大姨95%的可能性是凤家上任家主的女儿。战印恩着凤姓很少见，大姨姓凤是很容易联想到江城的凤氏家族。现在看来我们的猜测都没错。海童默了默后说到，大姨心里有点乱，她说要静一静，也把姨丈和大表哥叫回来了。大姨说她还要去调查一番，确定一下是不是她的娘家，如果是呢，又有一番新的争斗。我这跟大姨说需要帮忙，跟我们说一声。战印说到，打听消息并不难，难的是如何证实谣传是真实的。大家都说凤家主还死了长姐和小妹，连长姐的婆家人也没有放过，过于心狠手辣，但是都是听说而已。谁有证据能证明是凤家主干的？事情又过去了几十年，就算有知情者，怕是也早就离开了人世。凤家主怎么可能会留下知情者？我相信百密总有一疏，肯定有漏洞啊，等着被人发现的。海童坚信邪不胜正，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不会缺席。只要凤家主做了那样的事，就肯定会被查到的。纸包不住火，当火烧掉了那层纸，一切都大白于天下。我跟苏南说一声，请苏少主帮忙吧。战印提到了苏少主，海童就说道，你不说苏少主，我都忘了这件事。苏少主对小飞说，他在追求小飞，但他绝对不是喜欢小飞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小飞老在想，他到底哪里得罪了苏少主？苏少主要这样整他，让苏家主知道了，肯定会去大姨家里提亲的。战印开始眼神闪烁了，
苏少主为什么会突然追求商小飞？是战印的鬼主意，是他给自家表弟支招，让表弟去找苏少主帮忙。他是不知道表弟如何说服苏少主帮忙的，但这件事绝对是因为唐永安而起。唐永安会去找苏少主，则是他说的。苏少主，可能就是无聊了吧，有事情给他做，他就不会再追求商小飞的了。大姨的身世很容易得到求证，但是凤家主害死长姐小妹的证据不好找，对于苏少主来说就是挑战，他会全身心投入到挑战中，那样呢，商小飞就能松口气了。海童看着他，知夫莫如妻。战印眼神躲闪，说话又有点停顿，让海童察觉到他的异样。童童，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呀？是不是觉得我越来越有男人味？海童两手环搂上他的脖子，吐气如兰的，老公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苏少主追求小飞这件事是否与你有关啊？怎么会与我有关？我吃饱撑着呀，明知道居然和商小飞在恋爱，我还让苏少主去插一脚，况且我也没那个本事让苏少主去插一脚呀。苏少主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？被他爸知道，他和商小飞都别想清静。海童呵呵的笑，真的与你无关。那你眼神躲躲闪闪做什么？不敢与我正视。他一把扳住他的俊脸，逼着他与他对视。战印，你说过你以后都不会再骗我的，再骗我你就睡1年的书房。我没有说过睡1年书房的话。战印心虚地道，他只说过以后不会再骗他，却没有说过会睡1年的书房。让他睡1天书房他还能接受，但是1年绝对不行，1个月都不行。你没说，是我说的，你在骗我。让我知道了，你就去睡1年的书房，碰都不要碰我。战印垮着俊脸，老婆，你知道那样比杀了我还让我难受的，那你就别骗我呀。好吧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听了后可千万别去跟商小飞说呀。我不怕他来找我算账，我怕他在你面前给我穿小鞋，那可是老婆的表姐，得罪不起。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战印小心地说道，说来也是大姨的原因。大姨不是想拆散君然和商小飞吗？他老人家相中我表弟唐永安了，你也是知道的。但是永安对商小飞真的不来电，也不敢来电，他现在一心一意爱着君然。永安插一脚，注定没有结果的，那是明知会受伤的事，永安傻了才会去做。大姨计多，总是算计着永安，让永安烦得不行，不就跑来向我诉苦了。我自己的表弟向我求助，我肯定是能帮就帮的，然后给他支了招儿，不知道我哪根筋不对，提到了苏少主，然后就那样了。好啊，战印，还真是你的手笔。纪晓飞知道不找你算账，他跟你姓战。还有军武少，人家跟你那么好，你竟然给他创造了一个新情敌。苏少主又不是来真的。战印这句话明显说的心虚至极。苏少主不来真的，但他的出现却是带给君然和商小飞实实在在的麻烦呀。让2个人现在头痛得很，给君然制造点麻烦，让他追妻更难一点。他以后抱得美人归，就会特别珍惜表姐了。心虚的战印都不叫商小飞了，改口叫表姐了。商小飞要是在场，肯定到处找东西砸他，叫表姐都没有用的。你这话说的，君然对小飞的感情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2个人若是修成正果，会很幸福的。君然也会宠着小飞一辈子。他们君家的男人都很专情，亏得小飞以前老在我面前说你的好话，夸你的好，让我不要错过你，不要再和你闹矛盾。你就是这样回报他的，他知道砍你的心都有。战印，老婆，我也没有多想的，就是那样随口一说。谁知道永安真能说动苏少主帮他这件事啊，你千万别和表姐说呀，她知道了就会撕了我的。你现在知道怕了，看你以后还嘴多。
乱支招不，自己追妻都没有本事，还支招给别人了。战印连忙保证，我保证以后不乱支招了。除了我的弟弟们来求我，我才会给他们支几招。海童说就算你弟弟来找你帮忙，只要是与爱情有关的，你也别乱帮忙，免得越帮越帮忙。你要是个花花太岁，情场老手，我就懒得管你。你想怎么支招就怎么支招，我不花心，我也不是情场老手，我情商低的要命。苏南常吐槽我是负情商的，以后他们追妻遇到困难了，我让他们向你请教啊。战印把帮弟弟们的机会给老婆，那样老婆在弟弟们的面前就更有威严，地位更稳了。苏少主追求小飞这件事，你可千万别让商小飞知道啊。我可以帮你暂时瞒着，但苏少主一直这样做也很让人头痛的。战印说道，我去找苏少主聊聊，让他减少一下出现的频率。海童马上就想点头的，想了想后又说道，先看着吧，等君然和小飞订了婚，稳定了，你再找一下苏少主。不过那个时候估计苏少主自己也不会再行动。苏少主这样做也不是想促使君然和小飞快点定下来，他们俩不定下来，咱们管城的那些青年才俊都要瑟瑟发抖，可不是吗？战印看到自己的表弟被商太太折腾得头痛不已，感同身受。有了苏少主做对比，我大姨是更偏向君然的了，也不能否定苏少主的功劳。苏少主他竟然连君然都不如，众人谁叫你有病？嫁给他的女人啊，注定是守活寡的。商太太自然舍不得女儿守活寡，不就觉得君然比苏少主更好了？老婆不说他们的事了，咱们去吃饭吧。好。海童起身，下午他就要回书店里帮忙，还有他以前做的那些手工工艺品，他已经把网店转让给他的老同学了。书店里还有很多原材料，他约了老同学下午过来，把那些原材料都转让给老同学。他现在太忙，再也分不出时间去经营网店，他都不知道有多久没有编织过工艺品了。医院接到钱公婆的电话，知道前夫已经清醒过来，从 ICU 里转到了普通病房。海林边买了点水果以及营养品来医院探望。周红林是醒来了，但是精神状态还很差，就昏睡的时间多一点。好在医生说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现在还是昏睡为主，也不用过于担心。医生说周红林的求生欲很强，当天与周红林一起进 ICU 的病人只有周红林出来的。那海玲呢，找到了周红林的病房，敲了敲门，可能是送外卖的来了。海玲听到钱婆婆的声音，很快病房门开了。阿姨，海玲叫了钱婆婆一声，是海玲呀，快请进。周母看到是海玲，很开心，连忙错开身子让海玲入内，又说海玲买那么多东西来，一点水果和一点营养品，给洋洋爸补补身体的。海玲没有再叫前夫的名字，改叫洋洋爸，暗示着他会过来看看。都是因为周红林是洋洋的亲爸，没有这一层关系，海玲呢都不想踏进周红林的病房半步。周父周母也知道海玲是看在孙子的份上，此时此刻他们觉得当初把孙子的抚养权给了海玲是正确的。洋洋一直都是跟着妈妈和小姨，抚养权给海玲，对洋洋的生活没有影响，而且海玲能给洋洋接受最好的教育，主要是海玲生活的小家里没有那么多争吵及矛盾，不会影响洋洋的幼小心灵。周姐看到周红英也有，海玲客气地和钱大姑姐打招呼。离婚后她和钱公婆以及大姑姐反而客客气气的了。周姐好了吗？海玲问了句。我是好的了，已经办理了出院手续了。听说红林醒了，我就赶紧和姐夫一起过来看看。老天保佑，红林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周红英谢天谢地的。
他请海玲坐下，海玲看了一眼病床上的周红林，周红英就说道：红林是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精神还是很差，还是昏睡的居多。医生说再过几天，红林的精神状态会好一点，毕竟是去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，就他能醒来，我们就谢天谢地的了。周红英说完，又问海玲：洋洋呢？洋洋上幼儿园了，要下午4点才接回来。周红英哦了一声：是哦，我都忘了今天9月1号开学的日子。洋洋都上幼儿园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呀。弟弟和海玲离婚的时候，洋洋说话都还不是很利索。如今洋洋都上幼儿园了，洋洋能适应吗？周父周母异口同声问着。要是让他们带孙子，他们是舍不得孙子3岁就上幼儿园的，他们认为怎么着也要5岁才能送幼儿园，太小他们惦记。老师在班级群里发过他在幼儿园里的视频，看他和小朋友玩得很开心，也是自己吃饭，午休的时候也睡得很香。老师说那么多小朋友，就洋洋没有哭，其他小朋友都会哭闹着要妈妈，洋洋大概是被龙庭刺激到，所以上幼儿园不敢哭，看着别人哭，也有可能是开学第1天吧，那他就觉得很新鲜。加上呢，平时他都是被这个带着玩半天，那个带着玩1天，不是天天跟在妈妈身边，就比其他小朋友适应得快。周6我带洋洋来看看他爸爸。周家人都嗯了一声。海玲看到钱公婆头发都白了，人也苍老了很多，默默地拿出了一点钱，然后把那点钱递给钱婆婆，说道：阿姨，这点钱给洋洋爸买点营养吃，你和周叔也要注意保重身体，买点营养品补一补。周红林被叶佳妮伤得太重，怕是1年半载都无法再工作，他本来是家里的顶梁柱，1年半载无法工作，生活会困难很多。本来周红林还有点存款的，在娶叶佳妮的时候把花钱的七七八八了，那现在他住院也花了不少的钱，叶佳妮还在里面，无法逼着他掏钱给周红林垫付医药费。周红林的这一劫可以说是把他周家的家底都掏空了。海玲，不用，我们还有点老本，你自己带着洋洋生活，洋洋上幼儿园又要学费，你留着用，不用担心我们。周父也说道：海玲，你留着用，好好的培养洋洋，我们就很欣慰的了。儿子的名声臭了，今后大概不会再婚，与叶佳妮的婚姻大概率也是离的了，那么他们周家还是只有洋洋一个孙子。如今在周父周母的眼里，孙子是最重要的了。只要孙子过得好就行。我店里的生意挺好的，能赚钱，这一点钱也不多，你们拿着买点吃的，我店里还有事，先回去，等周6洋洋放假了再带洋洋来看看他爸。那海玲硬是把那点钱塞到周母的手里，钱不算多，就2000块钱吧。周母无奈地收下了那2000块钱，跟着拎起海玲买来的那袋水果追出去，非要海玲把水果带走。海玲拒绝，两个人又你推我推的，最后还是周母提回了病房里。周红英打开袋子翻看了一下海玲送来的营养品，说道：都是补血的营养品，海玲真的很有心了，我们一家人以前对她都不好，她看在洋洋的份上还愿意过来看看，送营养品过来真的没话说。她又从袋子里拿出一盒营养品，对母亲说道：妈，我也受过伤，住过院，刚伤好出院，海玲买来的补品有2盒，我拿1盒回去补补。海玲买来的是什么水果呀？她从母亲手里拿过那袋子，打开来看，是一袋葡萄。她摘了1颗葡萄吃，又脆又甜，还是无籽的，也不用剥皮。她当即就说道：妈，红林现在也还吃不了这些。水果放不久，天气热会坏的，你和我爸拿一点出来，余下的给我带回去给3条化骨龙吃吧。
海陵大放买来的葡萄都是贵的那种，他吃过，好像要30几块钱一斤的。他自己买的时候舍不得多买，就买个1、2斤来尝尝鲜，不像海陵这样一买就是一大袋。要是海陵和红林不离婚，就啥事都没有，我们家的日子还会越来越好。周红英这感叹一句，要是弟弟和海玲不离婚，父母还在给他带孩子，夫妻俩也不会失业，父母的钱又补贴他小家庭，他夫妻俩挣到的钱都能省下来。现在她丈夫虽说开店做生意，但开支大，1个月赚到的钱还不如海玲开早餐店赚得多呢。提到这件事，这周父周母都是一脸的菜色。良久，周父就叹口气说道，是我们周家无福，是红玲无福，好好的一个儿媳妇被折腾的离了婚，再娶的儿媳妇又不是好的，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，还差点要了儿子的命。听说海玲又要开新店了，她的生意会越来越好，越做越大的，真是羡慕她呀。那周红英是真的羡慕，深知女儿狗改不了吃屎。周父立即警告着女儿，红英，你可不能去找海玲，她生意好，那是她本事了得，她赚再多的钱也是她的本事，是她的福分，你不能去找她借钱什么的。爸，我知道了，换作是以前，看到海玲日子过得那么好，我肯定是嫉妒的，会想办法搞破坏。现在不会了，在海童让人救回我小宝后，我就不会再针对她姐妹俩。周红英的性格就那样，但她也知道感恩。她说道，再说了，海玲赚那么多钱是给谁的？那都是给我侄儿的。洋洋可是姓周，永远都是我们周家的人，我怎么会去搞破坏？我巴不得海玲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将来洋洋接班了，让他给他的表哥们安排一份工作，想来他也不会拒绝的。周父周母瞪着女儿，被父母瞪着，周红英撇撇嘴，我就是那样说说吧，以后的事谁知道，说不定呢，我认家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，将来我的儿女也能成为富二代呢。说着，周红英起身，从水果袋子里拿出了一串葡萄，放在床头柜台上，然后她拎起余下的那些葡萄，再拿起1盒营养品，对父母说道，爸妈，我也是刚好的，还需要休息，先回去了，等红林可以吃东西了，你们再打电话给我，我给红林熬点布汤过来，让他好好的补一补身体。你们俩也不用太担心红林了，他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的，说不定等他伤好出院，和毒妇办理了离婚手续，能和海玲复婚呢。海玲现在可是镶了金的，要是红林有意，咱们要好好的支持他。若是复婚了，我们把海玲当成祖宗似的供起来，那个姓陆的残了，海玲未必会嫁给他的。周红英还做着美梦呢，想着弟弟能和海玲复婚，她这个大姑姐也能跟着享享福。门口在那里，周父指着病房门口，让女儿赶紧滚。周红英呢，带着丈夫离开了。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，还是那么爱占便宜。周父骂着女儿，周母说道，也是我们俩以前把她惯成这样的，以前她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都是让海玲给她准备，惯得她这么爱占便宜。红林的2段婚姻都是被红英做没的，周父也后悔啊，后悔把女儿惯成这般。这也怪不得红英、红林和海玲离婚，主要责任还是在红林身上，是红林出轨了，我们父次要责任。那个毒妇我都不喜欢，不要说红英了，况且小宝差点被抢走，这是那个毒妇的手笔。红英的性子怎么可能让叶毒妇好过？说来说去还是我们周家无福，是我们儿子无福无德，配不起海玲这个好媳妇。就算海童没有嫁入豪门，海玲只要重回职场，给她一点时间适应，她也能重新立起来的，赚到的钱不会少。
海玲嫁入豪门后，海玲也没有依赖着妹妹。据说战少要送别墅给海玲这个大姨姐，那样海玲母子俩便有一个稳定的家了。但是都被海玲婉拒了。她说她要靠着自己的能力买房，给儿子一个家。海玲创业的资金则是离婚时，他们儿子分给她的一半家产。优秀的人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低谷，走出了低谷，依旧能够重新站起来。那海玲就是这样，她以前是被婚姻及家庭束缚了，与社会脱了节，就离婚后，她就涅槃重生了。海玲走出住院部的时候，看到了陆东明，就她停下来与陆东明对视。很快啊，她走过去，陆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做完复健，出来散散心，本想去你的新店找你，恰好看到你开车离开，我就跟着你过来了。陆东明老实地说道。他就是看到海玲前往医院，猜到海玲是看望前夫，所以呢跟着过来看看。明知道海玲不会与周红林复合的，陆东明还是害怕，也防着。只要海玲来了医院，他要么跟着过来，要么就是在家里闷闷不乐或者乱发脾气。以前那个好脾气的陆东明，在他发生车祸后就不见了。如今的陆东明脾气是反复无常的，陆家所有人对他都是小心翼翼的，甚至是宠溺，只要他开心，那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去看洋洋的爸爸了？就陆东明问着。海玲点头，他说道，阿姨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周红林醒了，从EQ转入到普通病房，我就过来看看，买了点水果和营养品。陆东明默了默后说道，应该的。洋洋放学后你要带他来看他爸吗？等周末再带他来看看吧，现在他爸还是昏睡的居多。海玲走到了陆东明的背后，保镖默默地让出位置，由海玲推着陆东明走。能醒来就好。陆东明温沉地说了句，毕竟是洋洋的亲爸。海玲嗯了一声，陆总还没有吃饭吧？我请陆总吃饭。好，我就是饿着肚子等你请我吃饭的。海玲说她也不能这样，要是饿了就要吃点东西，别饿坏了啊胃，每天3餐要按时吃。知道了。今天做复健怎么样？陆东明没有马上回答。海玲安慰他不要着急，慢慢来，相信你能站起来的。拄着拐杖的话，倒是能走上2步，这就是进步。陆总，你真棒。陆东明莞尔。海玲，我现在已经能坦然面对我残了的事实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无理取闹。你不用像夸孩子似的夸我。哎，洋洋在幼儿园里表现得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哭着要回家？没有，玩得很开心，平时就他一个人。在幼儿园里那么多小朋友一起玩，他呀怕是会乐不思蜀。陆东明笑，一个孩子是孤单了点儿。下午几点放学啊？哎，我能和你一起去接洋洋吗？平时经常能看到他，今天看不到啊，怪想念的。海玲笑道，大家都这样说。彤彤和战印也说下午去接洋洋，让我忙我的忙的。小飞也说他要去接洋洋。小家伙很幸运啊，有那么多疼爱他的人。儿子是他生的，却像是大家共有的。人人都疼爱着小家伙，视若亲生。虽说他和周红林离了婚，但洋洋有这么多人疼爱着他，在爱的环境里也能健康成长的。下午4点可以接回来，估计3点半左右就要前往幼儿园了。陆总要是有空，下午就一起去接洋洋了，他看到你们肯定会很开心的。陆东明说道，我都是上午做复健，下午和晚上是自由的，在家里待着无聊，出门走走，心情还能好一点。出门会接收到很多人同情的眼神，不过接收的多了，陆东明从一开始的无法面对，到现在的坦然，就遇到熟人，他也能像以前那样打招呼，不再害怕面对众人同情的目光。他身残脑不残，还是能做事的。那他都决定
下周一就回公司上班，毕竟做复健的时间漫长啊。陆氏集团是他花了数年的心思才有今天的成绩，不能不管，他还要靠着陆氏集团赚老婆本呢。等他腿好了，他就向海玲求婚，求一次不成功就求2次、3次、无数次，直到海玲答应他的求婚为止。两个人边走边聊着，保镖默默地跟在他们的身后。不明真相的人看到海玲和陆东明都会以为是夫妻。周红英走出住院部，走了一段路，就看到了推着陆东明走的海玲。她立即停下来，并拉扯着丈夫，问丈夫：老公，你看那个女的是海玲吗？哎，我看背影很像，她推着的那个人是陆总吧？哎，她和陆总还是在一起了。她丈夫看了看后就说道：是海玲，那她和陆总在一起，那也是她的自由。她和洪林离婚都多长时间了？你弟已经再婚，她重新找个男人也很正常。说完，她又感叹一句：有些人就是先苦后甜。海玲姐妹俩都有福气，以前我们做梦都想不到海彤居然能嫁入豪门，还是管城第1豪门，也想不到海玲能瘦身成功。现在的海玲啊，显得比离婚前要年轻漂亮，特别有韵味。任辉都觉得海玲如今就是一块磁铁，走到哪里都能吸引人的眼球，轻易就成为人群中的焦点。就她的穿衣打扮也和离婚前不一样，就优雅了很多。周红英瞪她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你瞪我做什么？在你眼里，现在的海玲不比以前显得年轻漂亮？周红英噎了噎，说道：这是实话。海玲本来就不老，今年也才31岁，以前是太胖，穿搭又不好看，让人觉得她又老又丑。瘦身成功了，又创业成功，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比她和洪林恋爱时都要漂亮。她要是陆总也会喜欢海玲，陆总都坐轮椅了，她还要和陆总在一起，那不是自讨苦吃吗？她要是嫁了陆总，就得照顾陆总一辈子，照顾行动不便的人可不好受。周红英说道：就算她要再嫁，也该找个四肢健全的呀。改天我去劝劝她，不要和陆总在一起。陆总再有钱，但人残了，就不适合她了。你还是想着撮合他和洪林吧，你弟和姓叶的那个还没有离婚呢。况且海玲说过无数次，他和你弟不会复婚的。任辉说着妻子，你去劝海玲，你以什么身份劝海玲？你又有什么资格管着海玲的私事？人家亲妹妹都不插手她的感情问题呢，你一个外人多管闲事做什么？知道你们一家人都后悔了，后悔有什么用？没有后悔药的，也是你们周家无福。那璎珞他就遭到了老婆的一顿掐。